首先救下小女孩，再度睁眼，已置身于吃不饱穿不暖的60年代。二狗，你醒了太好了！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了个去！我竟然穿越了！此时二狗脑袋一阵疼痛，无数记忆涌入他的脑海里，才知道原主因为相亲失败寻了短见。这混蛋玩意也太脆弱了吧！相个亲至于吗？好饿啊！儿子啊，这次相亲不成，咱还有下次呢。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！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和你爹可怎么活啊？哎，现在既然自己占据了这具身体，那就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也让这对父母过上好日子。娘，我没事，您别担心了。没事就好。你饿了吧？娘给你做了点吃的，你起来吃点吧。妈，我知道了。也许这趟穿越之旅也不是那么艰难，最起码这一世还有父母亲人，不是吗？儿子，想当初我可是相亲了56个，最后才跟你妈好上。婚姻这是看缘分，不能着急啊。爸，你这是56个民族，像个变吗？你小子真是越大越不着调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吃！小丫头含糊不清的喊着，明显是想过来要吃的。那二丫先告诉大哥，大哥到底长得好不好看？大哥，好看。吃饱喝足了的孙二狗又和父母聊了会天，眼看天色不早了，也就回了自己的屋子。别人都是穿越成达官贵人，或者拥有特殊异能，对，异能。这批的异能都没有啊，又是穷苦家庭。系统筒子，哎，不会什么都没有吧？随身空间，还不错，居然有随身空间。这里还有山有水，有肥沃的土地，正好渴了，尝尝这水咋样？这水不会什么功效都没有吧？我的老天鹅，怎么会这么饿？感觉自己能够轻松的吃下一头牛。没有任何犹豫，孙二狗直接控制着灵魂回到了身体，随后连鞋子都顾不得穿，冲进了厨房。李翠兰看着红着眼睛跑进来，抱着生地瓜狂啃的儿子，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儿子，锅里的糊糊马上就好，要不你再稍微等一下。孙二狗连续吃了5个地瓜之后，才感觉胃里好受了一点。随后他才发现李翠兰正一脸心疼的看着自己。孙二狗这才想起来，这个年代的粮食都是有数的，像他这么吃，只怕家里的其他人就要饿肚子了。娘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实在是太饿了。傻孩子，娘不怪你，你肯定是饿坏了吧？以后不用省着，饿了就吃。娘不用担心，我刚才就是饿得有点晕头，现在好了。二狗吃完饭在街上随便溜达，手里握着小石头。收，拿个树枝试试看看行不行？原来拿树枝连在一起也是可以收进空间的。慢着，我如果把手按在地上，是不是可以把地球直接收进我的空间里？收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如果能在空间里储备一些食物，那么家人就不会再挨饿了，旁边就是会饱和。如果我用树枝钓鱼，那么水里的鱼当如何应对？二狗叔，你这是在干嘛？废话，当然是钓鱼。二狗这样能把鱼钓上来，我倒立尿尿。看来相亲失败对他打击太大，二狗变二傻了。好，你可别反悔，大伙可都听着呢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。树枝没用，水草也没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就当孙二狗感觉到他的意识都有底背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这次收进空间中的东西，竟然是一条足有5、6斤的大草鱼。成功了！趁旁人不注意，一个假动作直接将鱼取出。卧槽，二狗你真神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少废话，倒立吧。正在他倒立的时候，旁边有个人踹了他。二狗也没理他们，径直的向家里走去。娘，我回来了。二狗回来了，饿了吧？饼子马上就好了。孙二狗看着围在锅台边忙碌个不停的李翠兰，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农村人可没有吃午饭这一说。每次回家，妈妈李翠兰都怕自己饿着，专门给自己做的饭。看着这一幕，上辈子是个孤儿的孙二狗眼睛不知不觉间就湿润了。咋了儿子？是不是受欺负了？告诉娘，看娘不去撕了他的嘴。娘，没有的事，我是不小心被风迷了眼睛。娘，你别吃野菜饼子了，多吃肉。儿啊，你这是做啥呢？娘吃这野菜饼子就挺好的，这肉你和二丫头多吃点，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二狗看着妈妈那略显疲惫的脸庞，他知道妈妈从来都是把最好的都留给他，而忽略了自己。二狗鼻子一酸，努力咽下那股酸涩。妈，你看这条鱼这么大，够我们一家子吃得饱饱的，你就别再省着了，敞开了吃。以后啊，咱们家肯定会有吃不完的肉，享不完的福。行，一起吃一起吃。妈，这就对了嘛。不一会，二狗一家子就把桌子上的食物全部吃光光。翌日，二狗早早的起床，穿过村子才能去到山上打猎。哦，还是小时候好啊，无忧无虑的，真是让人羡慕。二爷爷好，二老爷一起来玩啊！好，都好，但我还有别的事，这次就不陪你们了。
妈的，上辈子打了一辈子工进装孙子了，没想到一穿越过来成爷爷了。咱这算不算得上是翻身农奴把歌唱？没错，孙二狗在他们村上的辈分很大，大到同龄人当中，不是给他叫叔，就是给他叫爷爷。大约走了20分钟，到了山上。这个时候的深山可不敢往里面去，一不小心就会给熊瞎子送一顿快餐。此时，孙二狗突然发现前方有野兔正在觅食，立刻冲了上去。可二狗哪里是兔子的对手，不一会就被甩开了。这样抓可不行，得想个办法。嘿，有了！二狗不断的驱赶野兔，将野兔赶到不远处的土丘跑去，那个方向正好就是兔子洞的入口。孙二狗二话不说，赶紧找来几块大小差不多的石头，将他能看到的出口堵住，伸进兔子洞里，不停的探索着。突然，枝条前段传来了一阵触感，二狗直接操控意识，把兔子们一只放进空间。他迫不及待地探进空间内，一共有6只野兔在空间里蜷缩着。好家伙，二狗你这是上山打猎去了？混蛋玩意，你就这么和你二叔说话的？那你见到你爹是不是直接叫他孙二牛啊？眼前是孙中传，今年都已经30多岁了，去叫一个和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少年叫叔叔，他是真的拉不下脸来啊！叫不叫？不叫的话，我马上就去找你爹说道。叫个屁！我看你就是找揍。揍我！信不信我马上带着我爹去找你爷爷？他们是怎么教育你的？目无尊长，以下犯上。孙中传马上怂了，他可不想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让自己的老爹和爷爷追着满村子的跑。一旁的村民哈哈大笑起来，毕竟在这个年代，能给自己找点乐子，那简直太不容易了。二叔，二狗叔，这次行了吧？乖，大侄子，你刚才问什么？二狗叔，这些兔子都是你一个人上山抓来的？那当然了，抓2只野兔对你叔我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。孙中传看着孙二狗一脸臭屁的表情，差点没一口老痰直接喷在他的脸上，于是灰溜溜的扭头就走。走了10多分钟的时间，孙二狗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里。爹娘，小妹，快来看看我抓到什么了！儿子，你手里的兔子是哪来的？兔。爹娘，我今天下午闲着没事，就到后山溜达了一圈，结果这2只兔子看到我就往自己的洞里窜，反倒一头撞在了洞口的石头上。哎呀，我儿子的命就是好，累了吧？休息一会，娘现在就去给你炖野兔。儿啊，多吃点肉，长个。谢谢娘，你也吃。你看看你爹，就知道自己吃喝。咱儿子越来越有本事，我这不是高兴吗？这个家虽然贫苦，但家人之间的亲情却无比浓厚。爹娘，你看这兔肉还有这么多呢，我寻思着爷爷奶奶他们应该也好久都没吃到肉了，要不明天我给他们送点去吧。行啊，儿子，你这想法挺好。你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确实该吃点好的。哥，奶奶家我也要去。好，那明天哥哥就带二丫一起去看爷爷奶奶。爷爷奶奶，二狗来看你们了。大孙子，你们家人多，这些东西留着你们吃就是了。奶奶，我家里的面和肉都不缺，你就别推辞了。有你这么孝顺大孙子，奶奶有福喽。奶奶，以后我时不时的会给你们送肉吃，你就好好享福吧。对了，爷爷，我今天过来还有一个事，咱们村里哪能弄到各种粮食的种子呀？现在村里的地都是村里统一耕种的，想要种子就得去2楼那里要。你要种子干啥？那玩意现在每一颗都金贵的很，你小子可别整啥幺蛾子。爷爷，我城里有个朋友想要一点，说是没见过，就想拿回去种着玩。他也不要多，每样种子要几颗就行。就这事儿啊，你只管去跟2楼要，那小子要是敢不给，爷爷就过去教训他。好的，爷爷，有空我就过去。之后，他跟爷爷奶奶告别，抱着小丫头往家走。一路上，他的脑海里都是空间里种满各种粮食的景象。丢手传那座静静的方才2楼哥这歌有点意思，可惜收音机太贵，不然我也买一个。犯不着，想听来村支部听就行，我给你放。好的，2楼哥，听说咱村的粮食种都在您这存着。没错。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要一些各种粮食的种子。小弟，你要粮食的种子干什么？这眼看着就要春种了，现在每一粒种子都金贵着呢。2楼哥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有个朋友的爸爸是什么粮食研究院的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。还是2楼哥有学问，就是这个地方。说这个2种是用来做研究的，每样种子给我1点就可以了。原本想随便编一个，没想到他直接把名字给说出来了，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好吧，种粮在库房里，你需要什么自己拿就行，但咱提前说好，每样只能拿1点。知道了，2楼哥，等下你可以在一旁看着，我不会多拿。二狗从袋子里每样都拿了1点，有小麦、玉米、南瓜等种子。孙2楼在一旁紧紧盯着，生怕他多拿。对了，2楼哥，咱们村里难道就没有蔬菜和水果种子吗？比如西红柿、苹果之类的。你小子整天十指不沾阳春水，现在这年头，屁大点的地方都得种上粮食，哪里还有地方给你种蔬菜和水果？那些东西都是上面的才能享受到的，我们这些……说着说着，孙2楼突然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。哎呀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他快步走到一个架子旁，拿出了一些种子。
我记得应该是西红柿和黄瓜的种子，你拿去一起送给你朋友吧。谢谢二楼哥。然后他感谢了一番孙二楼后，这才离开了村支部。回到家，他迫不及待地进入空间内，把种子撒在土地上，又用意识控制着灵泉水浇灌了土地。接下来，孙二狗直接用意识控制着整片土地开始加速，从发芽到成熟在几十秒之内完成。接着再用意念将所有的农作物收割完毕，最后再次将所有收获的农作物当作种子种了下去。等退出空间时，孙二狗的身边已经多了面粉、大米、玉米面各20斤，还有2个大南瓜、黄瓜、西红柿。这些东西应该足够家里人吃上一段时间了。现在缺的主要还是肉食，看来还是得找个时间去后面的大山里转转。为了解释这些粮食的来源，孙二狗还专门跑到4、9城转了一圈。回到家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二狗开始做饭。不一会，米饭和西红柿炒鸡蛋就端上了桌。这时候，父亲抱着小丫头正好也从地里回来了。儿子，你这些东西哪来的？二狗，你可别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啊！咱们虽然穷，但也要行得正。爹娘，你们误会了，我城里有一个朋友的长辈做粮食研究的，我就找二楼哥要了一些种子给他们，他们为了表示感谢，这才给了我这些粮食和水果。孙二狗堆着的粮食，父母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看到这么多粮食，两口子全部被震惊的张大了嘴巴。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些粮食的数量是他们平时想都不敢想的。真有这样的好事，可就算要感谢你，人家也没必要给你这么多粮食啊。爹，人家是研究院的人，失传都不愁，而且那些种子说不定能给他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帮助呢。顿了顿，孙二狗马上转移话题道：二楼哥那里，我打算给他送一点粮食，表示感谢。儿子，你做得对，要知恩图报。随后，一家子便开始大快朵颐，吃起了晚饭。由于使用空间消耗先生，二狗也早早的就躺下了。一大早，孙二狗再次向着村子后面的大山走去。今天时间充足，而且背篓里还有母亲给他准备的面饼子，所以他已经做好了奋斗一整天的打算。往山里深处走了1个多小时，这里猎物的踪迹明显要比山脚那里多了不少。他小心翼翼地来到一棵大树下，抬头看着站在树上的几只野鸽子，伸出双手触摸大树，随后利用意识直接将树上的几只野鸽子收进了空间内。成了。此时不远处传来哼唧哼唧的声音。好家伙，好多野猪！卧槽，不按套路出牌啊！二狗转身就跑，他的目光扫到远处的大石头，没有任何人，拼命地朝着大石头上爬去。就在他刚刚爬到大石头上时，那几只野猪也已经跑到了大石头底下。眼前这个老六赤手空拳的，根本无法正面对抗这些野猪。于是他想了个点子，开始收集周围各种藤条。有空间在，我根本就不需要和野猪正面硬刚，只需要用藤条编织一张足够大的网，在野猪碰到藤条的一瞬间，将它们收入空间内即可。至于选择和野猪硬碰硬，我只想说拉倒吧，哥们可一直都是智力型选手。孙二狗把藤条的牢牢地系两边的树干上，离地大约有40公分高，再用一些嫩草掩盖住藤条，确保野猪不会轻易察觉。布置好这一切后，他小心翼翼地靠近野猪所在的地方，拿石头朝着野猪旁边的灌木丛扔了过去。野猪们顿时受到了惊吓，躁动起来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野猪并没有朝他预想的方向逃窜，而是朝着孙二狗这边急速冲了过来。卧槽，不按套路出牌啊！二狗转身就跑，他的目光扫到远处的大石头，没有任何人，拼命地朝着大石头上爬去。就在他刚刚爬到大石头上时，那几只野猪也已经跑到了大石头底下。只见野猪们围在下面不停地打转，嘴里发出愤怒的哼哼声。好在这块大石头比较陡峭，野猪上不来，不然小命都要丢在这了。野猪们尝试了几次往上冲，都因为坡面太滑而失败了。他看着脚下愤怒的野猪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拿起手中的藤条，朝着野猪抽打过去。野猪被抽打变得更加愤怒，想要朝着孙二狗发出凶狠的咆哮。但还没等那头野猪咆哮出声，孙二狗就在藤条触碰到野猪的一瞬间，发动了空间的能力。只见那只野猪瞬间消失，被收入了空间之中。孙二狗继续挥舞着藤条，但野猪们也很狡猾，眼看着身旁的同伴一个接一个的消失，剩下的3只野猪似乎终于察觉到了危险。其中2只野猪突然转身朝着旁边的灌木丛冲了过去，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另外一只想要逃跑的野猪，则是正好碰到了孙二狗手中的藤条，下一秒就消失在了原地。孙二狗看着已经跑远了的2只野猪，心中有些懊恼。可惜了，白白损失了2头大野猪。他坐在大石头上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大口大口的喘着气，然后兴奋地进到空间。5只野猪加起来也有800-900斤重，这可是份不小的收获，足够家里人吃上很长一段时间了。也不知道这些野猪能不能在空间内繁衍，如果能生下小猪仔的话，那以后可就什么都不缺了。孙二狗决定先试一试，直接用意识将5只野猪挪到了空间内的那座小山的山脚处，随后又用意识给野猪建了一个半亩地大小的猪圈。记得前世好像看过一个什么猪和鱼形成的生态圈之类的，貌似是说猪的粪便对于鱼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养料，要不咱也试试。孙二狗一边想着，一边在猪圈的下水口挖了一个半亩地大小的池。
鱼塘也有了，只差鱼了。这样一来，野猪的粪便能滋养池塘里的鱼，鱼在池塘里产生的一些物质也能肥沃周边的土地，形成一个简单的生态圈。看来得找机会去城里卖点粮食或者猪肉换点钱了。还有鱼的问题也得快点解决。但是用柳条钓鱼这种操蛋的事就算了，怎么着也得弄套渔具是吧？今天时间还早，便准备继续向着深山处探索，一定要多收获一些猎物，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又往山里走了1个多小时，孙二狗再次收获了2只野鸡和3只野兔。不能再往里走了，万一回头的时候天黑了，到时候找不到下山的路就麻烦了。爹娘估计非得急疯了不可。一直到太阳西斜，孙二狗这才结束了今天的狩猎之旅。依旧是等到山脚下靠近村庄的时候，孙二狗才在空间内取出了2只野兔和野鸡。这次孙二狗也学聪明了，所有的东西都装进麻袋里，这样别人看不到里面的东西，我也不用费口舌去解释了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儿子，你麻袋里装的啥东西啊？你这是咋弄来这么多猎物的？爹娘，我昨天上山的时候发现山上的猎物可多了，所以我今天一大早就又上山去了，在山上设下了好多陷阱，野鸡和野兔就是用陷阱抓到的。儿子，设陷阱是个好办法，不过你可得小心些。你有没有在陷阱旁边设下什么醒目的提示啊？可别到时候村里的其他人不小心踩上去了，这要是伤着人可就不好了。爹，您放心吧，我都设好提示了，不会出问题的。娘啊，我和妹妹都快饿死了，您赶紧做饭吧。行嘞，儿子，你先歇会儿，娘这就去做饭。李翠兰转身走进厨房，开始烧水准备做饭。不一会，厨房里就传来的阵阵香味，可把众人馋坏了。爹，今天可算是能吃顿好的了，这野兔炒起来可真香，野鸡炖汤肯定也特别的鲜。是啊，儿子，这2天可多亏你了，你爹我可是好久都没有吃过这么丰盛饭菜了。看到桌子上丰盛饭菜，一个个全都馋得口水直流。娘，您做的饭可真好吃啊！好吃就多吃点，今天管够。吃着吃着，孙二狗就哭了，这亲情是他上一世从没有体会过的，幸福的流下了眼泪。哈哈哈，你看二狗好吃的都哭了。想吃的话，娘下次还给你做。谢谢娘。这汤可真鲜啊，好久没喝到这么鲜的汤了。二狗喝。爹你也吃。娘，鸡腿香，娘赐。你吃，娘碗里有。一家人围坐在桌前，开心的吃着饭，享受着这难得的美味。吃完饭，二狗拿起手电筒去了鸽子市，其实也就是黑市，这里主要是以物易物。买还是卖？卖。入门费1毛钱。给。进了市场，找了个角落把麻袋放在地上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一个男人过来询问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在卖啥呢？”哟，野兔野鸡。这位大哥，您要是想要的话，给个合适的价。这野兔看着有点瘦啊，而且野鸡也没有什么肉。二狗一听男子的话，就知道他这是想压价。大哥，这都是今天刚抓的，可新鲜了。你如果想要就出个价，要是故意压价格，那对不起，慢走不送。兄弟，我就随口一说，你看你咋还生气了？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？野鸡3块钱一只，野兔5块一只，我全给你包圆了，怎么样？这位大哥只怕是把我当傻子了吧？现在这里的猪肉最少也得要3块钱1斤，咱就是按2块5一斤算，我的野鸡最起码一只也能卖到6块钱左右，更别说我这3只野兔，每只都最少有5、6斤重了。就在这时，摊位前又围过来几个人。这位兄弟，你的价格很合理，他如果不要的话，这些东西全部卖给我。哟呵，混蛋玩意懂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？你狗爷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谁说我不买了？我这不是和这位兄弟商量价格的吗？说完，他就匆匆的离开了。没中的宠物，这要是放在战场上，老几肯定毙了你。小兄弟，剩下的4只野鸡野兔，这个价格卖我怎么样？这位大哥上过战场。男子没有说话，但也没有否认。孙二狗直接伸手拿走了那人手里的3张大黑石。声音沙哑的男子顿时疑惑不解地看向孙二狗。从你刚才的话语中，我听得出来，你应该是上过战场的英雄。我能力有限，多出来的那点钱，就当是我对英雄的致敬吧。小兄弟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我和那些战死沙场的兄弟们比起来，算个屁啊！这些都是你应得的，你辛辛苦苦抓到这些猎物也不容易。说完，他又将手里剩下的那张大黑石强硬地塞给了孙二狗。这单交易就算完成了。之后，他又用大南瓜找其他人换了一些烟票、糖票、布票、鞋票等，可谓收获满满。昨天晚上都顺利吗？一切顺利，野鸡和野兔一共卖了60块钱，我又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。说完，孙二狗又从口袋里掏出了3张大黑石。我和你娘在农村也用不到什么钱，你现在也已经长大了，以后你赚到的钱就自己留着好了。
我昨天晚上还买了几张鞋票，我想着今天去49城给您和娘还有二丫买双鞋。而且现在也开春了，再整天穿着棉鞋有点太捂脚了。你自己赚的钱你自己说了算，不过我和你娘的鞋子就算了，我们整天在地里干活，你就算给我们买了新鞋，用不了2天也就脏得不成样子了，而且我们也不缺鞋子穿。至于二丫的鞋子，记得给她买大个2、3号的，这样明年还能继续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爹娘，我给你们一人买了1双鞋，你们快来试试合不合脚。李翠兰先是埋怨了自己儿子一声，接过鞋后又一脸笑意的盯着鞋子，呵呵的笑个不停。大小正合适，看来我儿子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嘛。这双鞋我也得留着，等到什么时候回娘家或者村里有喜事的时候我再穿。切，你也就这样说说，我敢保证绝对不出3天你就得把鞋子穿出去给别人显摆显摆。孙狗剩，我怎么发现哪里都有你？不说话能憋死你啊！先找一根毛线，再把毛线绑到撑钩子上，最后再把毛线系到柳树枝上，一个简单的钓鱼工具就做好了。二狗拿着自制的渔具来到湖边，二丫把哥哥的饵料拿来一下。给哥哥，二丫要吃鱼肉。哈哈，没问题。老李，你看可太逗了，破树枝加毛线加上秤钩，这是钓鱼吗？这分明是想把鱼吓死。他这样能钓到鱼的话，那整个北海公园钓鱼的人都不可能有空军的情况出现。哼，这个带头的叫老赵，是本地有名的钓鱼高手，他手下的徒弟就有10几个。此刻，他那根鱼竿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，与我的小树枝鱼竿形成鲜明对比。哼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夏虫不可语冰。我说小子，这鱼钩足有一门拳头那么大，这湖里又有几条鱼能吃得下？听我一句劝，赶紧回家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回家？那你敢不敢和我赌？我今天不仅能钓上鱼，还能钓到30条大鱼。若我输了，这3张大黑石就是你的了。说着，一旁一个看热闹的摸了摸我的眉头。小子，你没发烧啊？怎么就开始胡言乱语了？二狗没有理会他，并用坚毅的眼神看向老赵。敢不敢？作为一个拥有空间的穿越者，只要鱼碰到我渔具的任何地方，都能被钓上来。别说30条，100条也不在话下。好小子，你年纪轻轻还挺有魄力，那我就跟你赌上一赌。你若能钓30条，我围着整个鱼塘裸奔一圈。孙二狗又回头恼怒地瞪了老赵一眼，然后眼神不自觉的就落在老头胸口的2支钢笔上。你一把年纪了，裸奔多不雅观，我只要你胸口的那支钢笔，怎么样？行，钢笔就钢笔，老李你来当个见证人，免得这小子耍赖不认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老赵和其他钓友陆续钓到了鱼，毕竟他们打了窝，还是有效果的。虽然都是些小鱼，但他们还是故意大声炫耀，时不时还朝我投来嘲笑的目光。啊哈，我就说吧，他钓不到鱼，哪怕是一条小的。话还没说完，一条大鲤鱼被孙二狗拉出湖面，一旁围观的一群人瞬间变得鸦雀无声。切，家猫碰到死耗子，让你蒙上一条，不过也止步于此了。此时，在场所有人都被震惊到说不出。哥哥好厉害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钓了大半辈子，还没见过如此夸张的场景，真是长见识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大叔，你不会想耍赖吧？风水耍赖了给你。小伙子，我作为见证人，你这里这么多鱼，估计回家也吃不完，卖1条给我怎么样？现在在这里钓鱼的不是退休的工人，就是领导干部，他们手里面肯定不缺票据。再者说，私下里买卖可是会犯投机倒把罪的。卖就算了，如果你手里要是有票的话，我倒是可以给你换1条。你小子年纪不大，对政策了解的倒是门清。我身上现在只有2张甲级烟票，你看看能不能给我换1条？这条鱼最起码得有2斤多，换你这2张烟票应该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小伙子，我这里有1张1斤的肉票，给你换2条鱼，怎么样？老赵仿佛很是得意，毕竟这年头肉票可比其他的票要金贵的多了，一般人很难拒绝。但他没料到的是，孙二狗家里根本不缺肉。肉票我不要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孙二狗的一句话直接让老赵呆立当场，他没想到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居然能经受得住肉的诱惑。谁那里有烟票和酒票，有这2样票的，我可以优先给他兑换。这个年代讲究的就是一个烟酒不分家，而且上班工作的人又有几个不抽烟不喝酒的？小伙子，我这里有2张甲级酒票，不知道你想怎么换？2张甲级酒票换2条2斤左右重的鱼，同意的话我们就交换，不同意的话就算了。那人一听知道这小子对市场行情了解得很清楚，于是也不废话，直接将酒票交给了孙二狗。不一会的功夫，孙二狗钓上来的鱼就被看热闹的人陆陆续续的全部换干净了。
等这些人走后，孙二狗又继续钓鱼，一直钓到下午4点多钟。孙二狗的身后已经堆积了50-60条鱼，加起来大概得有120-130斤左右。这下我空间的鱼塘终于有鱼了。